你以為唐僧是什麼樣的人？是一個只會哭喊着悟空救我的廢物嗎？但歷史上真正的玄奘是一個能在沙漠5天不喝水活下來的人，是一個敢用絕食對抗國王的人，是一個在全印度賭上性命挑戰所有學者的人。更關鍵的是，他不是去取經的，他是去糾錯的。今天我們講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唐僧，還原這位硬核思想家的真實一生。他究竟為了什麼才踏上九死一生的西行路？他帶回的知識又如何挑戰了傳統哲學？那麼玄奘為什麼要西行？在7世紀，跨國長途旅行的死亡率極高，玄奘更是在唐朝嚴禁出境的背景下西行，也就是說，他其實是偷渡出境的。玄奘是絕對的少年天才，生於公元602年。13歲時，也就是差不多我們剛讀初中的時候，他被破格剃度為僧。面對審查官的詢問，他說出8個字的宏願：遠紹如來，近光儀法。此後，他在國內遍訪名師，遊學半壁江山，是佛教界的學霸。可越是深入研習佛法，他就越痛苦。因為當時佛教流派林立，地論宗、三論宗、涅槃學派各執一詞，核心概念相互衝突，爭論不休。熟悉我系列內容的朋友知道，大乘思想是不同學派構建的，因此難免有矛盾。在當時，他們爭論的焦點是佛性的本質。有人認為佛性是修行之後才產生的，如同努力工作才有回報，是後天修來的。有人則主張佛性本自具足，修行只是掃去覆蓋本心的塵埃。禪宗就是持這個觀點。這就像程序員拿着不同版本的操作手冊在吵架，有人說必須從零開始寫代碼，打補丁後才能運行；有人說這是系統自帶功能，只要輸入密碼就能激活。兩派水火不容，還有人提出調和方案，希望把這些互相矛盾的說法都整合到一起，給出模糊妥協的解釋。你更認同哪一種？佛性是修出來的，還是本來就有？但玄奘無法接受這樣互相矛盾的理論，更不想和稀泥。他是個死磕派，眼裡容不得半點邏輯漏洞。他堅信各派紛爭的根源都是翻譯出了問題。於是他下定決心親赴印度，尋找能統一所有爭議的終極寶典《瑜伽師地論》。他要的不是差不多的和解，而是絕對理性的真理。但殘酷的現實考驗擺在他眼前，他孤身一人，如何穿越荒野到達印度？貞觀3年，公元629年，唐朝邊境封鎖極嚴，禁止百姓私自出境。玄奘沒有通關文牒，趁着關中饑荒，混在難民中偷渡西行，踏上了絕地求生之路。他在玉門關外雇傭了一個向導，叫石盤陀，但這個向導害怕玄奘偷渡自己被連坐，半路背叛，甚至想殺了玄奘。最終他棄玄奘而去，玄奘只能獨自面對800里漠河鹽氣。這就是小說中流沙河的原型，真正的死亡沙漠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不小心打翻了水袋，4夜5天滴水未進。在極端幻覺和瀕死狀態下，他依然發誓，寧可就西而死，豈能歸東而生。最終，他靠一匹識途的老馬找到綠洲，才僥倖撿回了性命。活下來只是開始。抵達高昌國後，高昌王屈文泰十分賞識他，好吃好喝供着，但其實是想將他軟禁為國師。玄奘面對威逼利誘，卻沒有選擇偷偷逃跑，而是以絕食抗爭，連續3天水米不進，奄奄一息。這份對信仰的決絕震撼了高昌王，國王最終屈服，與他結拜為兄弟，贈予豐厚物資，派遣僕從，更寫親筆信備厚禮，護送他去見西域的真正霸主西突厥的統葉護可汗。他在高昌與西突厥的幫助下，拿到了通行西域的最強護照。可汗不僅禮遇他，還派精銳騎兵護送他通過極其危險的鐵門關。一個偷渡犯現在變成了受大國庇護的國賓。也就是說，真正保護玄奘西行的貴人，並不是唐太宗，而是高昌王屈文泰。
經歷了九死一生後，玄奘終於抵達印度的最高學府那蘭陀寺。在那蘭陀，他學的不是佛經，而是5門學科：語言、醫學、工程、邏輯、哲學。換句話說，這是7世紀的綜合大學。玄奘師從106歲的高僧戒賢，在那蘭陀寺上萬名學子中，成為僅有的10位精通50部以上經論的頂級學者之一，更吃透了邏輯極致繁複的唯識學。唯識學認為，世間萬物並非獨立存在，皆是人心意識的投射與建構。簡單來說，這個世界是虛擬的，其實是意識產生的幻象。這就像是7世紀版本的黑客帝國理論。要論證這個反常識的觀點，需要一套非常複雜的邏輯能力。學成之後，印度霸主戒日王為他在曲女城舉辦了為期18天的無遮大會，其實就是一場頂級學術辯論賽。玄奘將論文懸於門外，立下生死誓言：若有能難破一字者，我則斬首相謝。誰能在我論文裡找出一個邏輯漏洞，我直接把頭砍下來給你。在古印度，論戰經常就是這樣，如果辯輸了，通常要放棄自己的信仰，甚至以死謝罪。18天裡，全印度數千名頂尖學者，無一人能攻破他的邏輯。玄奘獲封大成天和解脫天，直接在印度封神。玄奘功成名就，印度眾人極力挽留，他卻毅然啟程，帶着657部珍貴經書返回故土。到這裡，玄奘已經完成了3件幾乎不可能的事：活着穿越沙漠，對抗國王，進入世界最高學府。你以為這就是大結局了嗎？但真正的高潮才剛剛開始。公元645年，43歲的玄奘終於回到了長安，全城數十萬百姓夾道歡迎，盛況空前。但他根本來不及享受這份榮耀，就立刻趕往洛陽，面對當時世界上最強大、最難應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。問題是，李世民對佛經毫無興趣。大唐皇室自認是老子李耳後代，尊道教，抑佛教，是當時的基本國策。那唐太宗急切召見玄奘，圖什麼呢？答案只有一個：情報。當時唐朝正準備親征高句麗，急需構建從西域到印度的地緣包圍圈，來遏制突厥勢力。而玄奘是大唐唯一一個用雙腳親自丈量西域萬里防線的活地圖，那張精確的西域全景圖就是最珍貴的戰爭資源。李世民的意圖非常直接，勸玄奘還俗入朝，做大唐西域戰略的軍事參謀。如果是你，皇帝讓你還俗做官，你會拒絕嗎？面對發動玄武門之變、殺伐果斷的李世民，玄奘拒絕了，而且還沒有掉腦袋。他深知伴君如伴虎，生硬抗旨，那肯定是死路一條。他舉起佛教不殺生的戒律當盾牌，告訴皇帝，自己一旦涉足兵戎廝殺，必墮地獄，反而有損大唐國運。但他也留了回旋的餘地。他暗示，他雖不能為官，卻能以其他方式為帝國提供不可替代的價值。他很清楚，自己帶回的經文多達數千萬字，沒有國家的人力物力支持，根本無法翻譯。他原本想躲進少林寺清靜修行，遠離政治中心，卻被皇帝一口回絕。李世民把他安置在長安皇家寺院弘福寺，名義是至高禮遇，實則是放在眼皮底下，24小時監控，隨時榨取情報。就在這樣的高壓監視下，玄奘和弟子辯機僅用1年，日夜趕工，交出了一份讓李世民極度滿意的投名狀，10萬多字的《大唐西域記》。這本書表面是遊記，記載100多個國家的山川形勢、風土人情。但如果你翻開仔細看，全是各個綠洲兵力布置、城防堅固程度、水源分布、物產多寡。這哪裡是遊記？這是一部大唐版的絕密軍事情報手冊。為了配合李世民向印度進行文化輸出的野心，玄奘甚至親自擔任首席翻譯官，把道家經典《道德經》譯成梵文，推向世界。一位佛教高僧翻譯道教典籍，在保守者看來近乎背叛，
但在如履薄冰的現實世界裡，他別無選擇。他是在用一份情報手冊、一次文化妥協，換取國家傾盡全力支持他的易經大業。如果是你，你會怎麼選？當然，這份妥協最終換來了巨大回報。李世民讀到《瑜伽師地論》後，被其中龐大精深的思想體系徹底震撼，親自撰寫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，一舉扭轉初唐打壓佛教的國策。但代價也是慘痛的。在李世民兒子唐高宗李治繼位後，皇家的贊助徹底變成了一座吸血的黃金囚籠。玄奘不再是受人尊敬的高僧，而成了被皇權過度消耗的政治吉祥物。權貴們為了討好高宗，排着隊到大慈恩寺請他受戒，嚴重擠占他本就稀少的易經時間。他連安靜做學問的自由都沒有。更艱難的是，他要為佛門抵擋各方攻擊。當時的思想家呂才猛烈抨擊佛教邏輯，年邁的玄奘只能拖着病體在皇帝面前親自辯論，打這場佛門保衛戰。更讓人頭疼的是，李治患有嚴重頭風，動輒召玄奘入宮念經安神。堂堂一代佛學宗師，幾乎淪為御用護工與心理按摩師。玄奘多次上書，苦苦哀求退隱山林，把餘生全部交給易經，卻一次次被皇帝無情駁回。直到公元659年，長孫無忌倒台，政治風向巨變，57歲的玄奘才終於獲准離開長安，前往偏遠的玉華寺專心易經。僅僅5年後，公元664年，玄奘圓寂，他耗盡了自己最後一滴心血。臨終前，他留下一句字字泣血的遺言：不要把我葬在宮寺附近，用草席裹身，隨便找一處偏僻山澗埋下即可。這一生，他在世俗淤泥中摸爬滾打太久，死後再也不願玷污佛門淨土。但他終究在淤泥之中開出了人類文明史上最盛大的蓮花。他帶回的657部，總計1335萬字的經文，最終只譯出了約1/10。可就是這1/10，也改寫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文明軌跡。很多人以為易經就是老和尚熬夜抄經，完全不是這樣。玄奘創立的是一整套國家級精密翻譯流水線，他改變了古代易經的混亂模式，在譯場設立嚴密分工。他自己是譯主，當作核心總指揮，負責宣讀梵文原本、口譯全文，有正譯檢查譯文是否符合佛法原意，有筆授把譯主的口譯快速記錄成漢文初稿，有綴文負責調整語序，符合漢語表達習慣，一道工序緊扣一道工序，堪比現代學術工程。他還首創了5不翻原則。在玄奘之前，佛經翻譯經常強行本土化，為了讓聽眾聽懂，他們會用儒家、道家的詞彙來湊合，這產生了很多歧義。玄奘規定了5種情況絕對不意譯，只可音譯。比如《心經》裡的咒語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意義是什麼呢？去吧，去吧，到彼岸去吧。度眾生到彼岸去吧，圓滿無上菩提。這樣的確更好理解了，但也失去了一些韻味，是玄奘不允許的。還有薄伽梵這個詞有多種含義，鳩摩羅什通常翻譯為世尊，但玄奘只翻譯為薄伽梵。為了杜絕歧義，他創造大量新詞，比如將通俗的果報改譯為晦澀的異熟，因為果報易被理解為世俗的報應，而異熟才能精準表達因果在不同時間形態下成熟的複雜邏輯。般若不譯智慧，因為漢語的智慧易被降維為世俗小聰明，哪怕文字生澀，也絕不犧牲法義的精確性。要說玄奘最重要的成就，那是系統引入了印度的因明學。因明學有着嚴密的推理規則，有點類似西方哲學的3段論公式，講究宗、因、喻。宗就是論點，因就是理由、依據，喻就是比喻和舉例。這3個環環相扣，不容一絲邏輯跳躍，
只認邏輯鏈條，不認身份、道德與直覺。在阿含和巴利金藏時期，陰明學並不是特別突出，但到了龍樹時期，當時的論師們就開始使用陰明邏輯來進行論戰。中國傳統哲學偏重直覺、感悟和倫理格言，喜歡用小故事講道理，比如守株待兔，直接告訴你不能心存僥倖，但這種類比沒有嚴謹的邏輯支撐。而玄奘帶來的陰明學就是要補上這個漏洞。可惜法相宗門檻太高，過於枯燥，幾代之後便在大眾中失傳，成為中國思想史上一朵驚豔卻短暫的理性之花。中國文化更偏愛直覺、詩意、圓融的頓悟，主張不立文字的禪宗很快席捲本土。而玄奘耗盡一生搭建的理性邏輯殿堂，最終成為中國思想史上的一聲絕響。但玄奘那本被迫寫下的《大唐西域記》，不僅讓大唐擁有了全球視野，更在近代成為南亞考古的指南針。印度沒有記錄自己的歷史，而玄奘用一支筆，把失落的古代印度還給了世界。今天那爛陀寺等佛教聖地重見天日，全靠他當年的精準記錄。他被時代裹挾，被皇權裹挾，卻憑借對信仰與真理的極致執着，在權力的夾縫中硬生生改寫了7世紀的歷史走向。我們總在寺廟裡看到金光閃閃的佛像，卻不知道打造佛像的工坊裡滿是刺鼻的煙塵和骯髒的泥濘。玄奘就是那個親自走進泥濘，雙手沾滿世俗政治鐵水的人。玄奘這一生看起來是在取經，但本質上他在用邏輯對抗信仰內部的混亂。結果是什麼？他贏了印度，卻輸給了中國的文化偏好。他建立的理性體系幾乎被世人遺忘，他反對的模糊解釋卻成為主流。1000多年過去了，我們接受了系統的教育，也知道了這些歷史，是否會變得更理性一些呢？